Hello， 大家好。今年以来，加拿大房产市场持续走强，在全国范围内，2月份房屋销售活动同比增长 39.2%， 新房源的销售量环比增长了 15.7%。最新一项调查显示，创纪录的加拿大人预期房屋的价格将继续创下新高，这使人们更加担忧房地产市场正在进入投机泡沫时代。今天的话题是：房价飙升是因为加拿大房子真不够住吗？加拿大存在房产供应问题吗？先来看一组数据。根据彭博诺纳斯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每10个加拿大人中就有6个人相信他们所在的社区房价将在未来6个月里上涨。这是自2008年开始这项调查以来，这一数据首次超过 60%。这可能是加拿大房产市场过热的强烈信号。最令人担忧的是，刚需和投资者因为害怕错过，加速了房产市场泡沫化，加剧了年轻人或者是低收入家庭的负担能力问题，同时也加剧了抵押贷款债务上升和房产市场崩溃的风险。彭博的这项调查结果给房产泡沫亮起了红灯。除此以外，还可以看到以下房市过热的信号。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2月份新房价格以30年来最快的速度上涨。加拿大房地产协会的数据显示，过去12个月房价上涨了 17%， 占全国总量1/4的12个主要房产市场的价格涨幅超过了 30%。 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人认为房价上涨有充分的理由。首先，抵押贷款利率去年跌至历史最低水平，这使得背负这些债务的成本降低了很多。正因为如此，尽管房价飙升，但自有住房成本的年增长率仅为 2.2% 左右，与近期的历史平均水平持平。在疫情期间，转向远程工作也导致对单户住宅的需求增加，特别是在郊区和小城镇。与此同时，库存一直紧张，这推高了房价。但是随着房价暴涨，人们的担忧开始增加。加拿大央行行长蒂夫上月警告称，有一些房产市场过热的早期迹象，房产市场投机的情况正变得越来越突出。有很多的投机者买房，目的就是小幅修缮后迅速转售，以赚取大额利润。而且独立屋以远高于挂牌的价格出售比比皆是。在去年5月份诺纳斯的调查结果中，认为房地产价值将上涨的受访者比例仅为 9%， 如今呢已经上涨到 60%。 因为住宅地产在加拿大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过高，楼市上涨一直是财富增加和信心的主要推动力，尤其是在这个未来充满不确定的时期，政策制定者对干预更加持谨慎态度。尽管去年联邦政府的秋季经济声明中已经明确表示今年春季会推出全国性的海外买家税，但至今还没有任何进展。因此，这可能使加拿大房产市场的泡沫加速膨胀。至少在多伦多和温哥华，崩盘的可能性正在加剧。之前市场的疯狂主要集中在独立屋市场，这是因为疫情爆发后，首次购房者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寻找更大的住房，而公寓市场一直不温不火。但最近公寓市场又开始热起来了。根据大温哥华房地产经纪协会的数据，公寓销售量与活跃房源的销售比例为 42%， 这是2018年以来的最高比例。多伦多的公寓市场更加火爆，而蒙特利尔、渥太华和卡尔加里等其他主要城市的公寓活动水平则大大降低。现在对公寓市场有需求的主要是投资者，因为这些投资者认为目前信贷很便宜，而且呢，这种趋势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疫情后，公寓的房价又没怎么涨，甚至还降了一些，因此呢，房价不是很高，以后可能还会有上涨的空间，甚至有可能快速上涨。看到这样火爆的房产市场，可能有很多人会问，加拿大存在房产供应问题吗？疫情爆发后，美国和加拿大的房产市场待售房源数量明显下降。上个月，《纽约时报》发布了一篇标题为“所有的房子都到哪儿去”的文章。库存量减少，是因为新房建设减少了吗？加拿大住房与贷款公司的数据显示，1月份加拿大房屋开工量激增 23.1%， 尤其是蒙特利尔，单户住宅开工率达到了2008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1月份加拿大开工量上升至282428套，
城市新房开工数增长了 27.7%， 城市多单元建筑的新房开工数增长了 24.1%， 城市单户住宅的新房开工数增长了 38.1%， 新房建设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大幅度增加了。很多经济学家和房地产分析师认为，库存最初比较低是因为卖家担心疫情而选择推迟上市。可能有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其实在疫情期间，住房市场并没有出现供应短缺，有很多地区的供应量同比反而大幅增长了。以多伦多为例，从2020年6月以来，新房源的供应同比增长了 31%， 库存水平较低，主要是因为买家需求暴增，超过了新上市房源的供应，销售量与去年同比增长 50%， 新房源的供应当然也就跟不上了。这是疫情导致的需求变化，再加上创纪录的低利率和市场非理性繁荣造成的需求冲击。一旦需求冲击过去，房产市场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供应不足。另外，很多还没有进入加拿大的留学生和一些潜在的移民看到房价飞涨，可能会感觉到非常焦虑，他们非常担心将来自己会不会在加拿大买不起房子。而且这里面有很多人来加拿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所在城市的房产负担过重。此外，中国的房地产流动性已经大不如从前了，人傻钱多的局面可能很难维系下去。不知道加拿大现在的房价是否会打击他们移民的积极性？我觉得非常有可能。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说说自己的看法。以上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房产资讯，欢迎订阅。谢谢观看，再见。